每天一点心理学，了解自己，看见他人。你好，这里是心灵时空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道歉心理上集，怎么让男友道个歉就那么难？上周末我收到一位听友的私信，他遇到了一个问题。那天听友和男友开开心心的在商场吃饭，听友要去拿饭，于是就让男友留在座位上看看他们刚买的一些食物，以防被打扫的阿姨当作垃圾给收走。男朋友口头上答应了听友的要求，但是等听友拿饭回来，却发现座位上空空荡荡，什么都没有。等到男友回来，听友询问桌上的食物去哪儿了，男友说自己去买水了，他也不知道。听友非常生气，结果男友说：不是吧你，就这一点小事儿至于吗？那些东西你不是也说不好吃，拿着还重吗？这下被人拿走了不是刚好？而且我刚刚是看你渴了才去买水的，你要是拿完饭快点回来也不至于这样。听了男友的话，听友越发生气。他说在他们俩的相处中，这种事情常有发生，明明是他做错事情，却从来没有说过对不起，一直都在狡辩。他不明白为什么让男友道个歉就那么难。很多人都像听友的男友这样，在犯下错误后，第一反应不是道歉，而是推卸责任，把问题都甩在别人身上，或者合理化他犯下的错，认为他犯下的错是无关紧要，或者是为了对方好，想要轻描淡写地接过这件事。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？一般有以下几种原因。第一，道歉会产生羞耻感。有的人在犯了错后，内心会生出愧疚感，而有的人在犯错后，则会生出羞耻感。愧疚感会让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从而主动道歉，并弥补自己犯下的错。而羞耻感则会让人想逃避现实，不敢承认错误，因为他们担心别人会因此对自己产生不好的想法，甚至会得到惩罚。第二，害怕道歉会伤害到自己的权利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在关系中，越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上位者，越难道歉。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，道歉就等于是承认了自己在某方面的能力是有缺陷的，这会影响到自身的形象，伤害到他的权益。比如我们看电视剧可以看到，皇帝即便错了，他也不会承认，因为一旦认了，那皇帝的威权就会受到挑战。同样的，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那一方，也不想让另一方挑战自己的权利，要让另一方绝对服从自己。而道歉会有损他主导者的形象，所以他会轻描淡写地缩小或者合理化自己的错误。第三，认为道歉也没有用。还有一部分人从来不说对不起，是因为他们认为道歉没有任何作用，既不能改变事实，也不能弥补错误。在他们看来，与其有那时间扭捏地和对方道歉，不如身体力行地去弥补。这个观点看起来挺正确的，但实际上它误解了对不起的含义。很多人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传达歉意，其实这三个字的作用不止于此。他还在告诉对方，我看到了你的情绪，看到了你的委屈，我很抱歉，我也意识到了我的问题，我愿意接受你的情绪反扑，也愿意为我的问题负责。所以只弥补而不正式道歉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，因为你只做到了愿意为你的问题负责，而没有看到接纳对方的情绪，更何谈去真的理解对方，接纳对方的情绪呢？因此大家在犯下错误之后，一定不要吝惜道歉。当然道歉也不是随便说，下期节目我再来告诉大家一些道歉时需要注意的事项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心灵时空，